好，大家好，那我们继续来这个学习深度类神经计算跟应用这样哈。好，那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第二章哈。第二章的标题是 Design a Perceptron Learning Algorithm 那 Perceptron 其实有很多翻译哈，那字典有时候不见得查到这个字哈，所以我们原则上就把它翻成叫感知感知哈，就是要想办法来设计一个神经网络，它可以去感知这一个外面 coming 的 data， 那让我们的 weight 可以变化哈。所以首先呢，我们就来看2至1这个 the concept of perceptron 就是这个感知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这样哈。好，那这个的概念是怎么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architecture， 那这个在前面都已经大略的看过这样的一个 architecture 哈。那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里头，尤其是我们这一边的话，特别强调符号的一个表现方式哈，所以后续我会设计一些homework让各位把这每一条线都给我拉起来，拉起来这样哈。所以这个就我们前面看过的我们的 architecture 哈，那这个符号前面解释过了哈，那甚至为了要让 W 的话转字不见那就又有另外一个约定成熟的一个写法对这个整个 weight matrix 的一个定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一般的那个简写的符号所以在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怎么样 ？The weight matrix possesses the 什么adjustable 那个 capability 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字其实是adjustable， 就是说可以调，就是说那这个符号在前面讲过以后呢，这个特别强调这个 weight matrix， 也就是说它可以调。那可以调，它要具有这个什么可以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整个类神经网络，包括深度学习、深度其他的一个 AI 都是想办法来找一些方法来调这个 W 这样好，所以第二个 therefore the weight parameters 就说相关的这一些跟 weight 有关的这一些参数有没有呢？怎么样呢 ？Can be adjusted 可以被调那 to adapt 那一般我们就是说常常在设计这个很多的那个通讯的系统里头的话，就会讲到这个 adapt。那 adapt ADAPT 这是一个就是说它一个适性的意思适性的意思。那 adopt ADOPT 就是采用所以我们这里要特别注意这个单字 adapt or fit。那 fit 就是要去能够满足某一个条件some requirements 所以这个我现在在这边就尽量用英文来跟各位做一个一个呈现那希望说各位能够慢慢感觉这些写法因为最后还是希望说各位有能力去写 paper 看看很多原文的一个 paper 所以在这里的话就是整个的一个进阶的一个结构这样好，所以关键就是这个 weight matrix 可以被调，它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样的一个这个 neural 的结构我们叫做 perceptron 就 perceptron 一个感知。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来看看很基本的这个 adjusted model， 就是说可以被我们调的 model， 它到底会长什么样子所以那关键是什么呢？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常常举个例子，比如说 where the weather is getting hot， 就是说当这个气候慢慢的怎么样变热你可以看到 we know how to take off our clothes， 就说当天气热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要把衣物给这个脱掉。那这个就是一种一种感知一种感知的能力这样那当你不知道天气的冷热，那 always 穿同一套衣服，那麻烦大了，你就没那个 capability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那这个叫做 adaptive 的一个 capability capability 等于是可以调的一个一个能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设计 neural network 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件事情。那中间最重要，我前面特别强调就是我们的 weight 那这个 weight符号来的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设计类神经网络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它的那个model， 我们讲说数学模式或系统模式都可以讲说最后可以讲它 model。那 model 这里的话就说perceptron 就强调这个 W， 所以 W 的话就说我希望我这个目前的 W current 的 W 呢怎么样呢那这个 increment increment那一般我们就念作 increment就说这个是一个变量
就说目前的 weight， 那这有一个变量一个或者增量，那这个变量或增量的话，加到我们的这个现在 W 呢，变成怎么样？变成一个新的 weight， 这就是可调。那到底调得越好还是调得不好？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关键所以 we try to find a strategy，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找到一个策略，干嘛呢 ？of adjusted increments， 就是说让我们可以来调怎么样这个变量to change the current weight of parameters， 让这个变量来改变我们现在这个什么现在的 weight， 让这个 weight 是 getting better 还是 getting worse， 就是说希望是 getting better， 也就是说那这个时候天气热，你竟然还在穿衣服，那这样的一个调法就不对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概念那这个概念我们最后要诉诸于这一个系统模式那来怎么样针对我们的应用问题进行什么？进行这一个这个给出一个 solution 出来那能够把我们的应用问题给解决掉所以这个是 the concept of 什么 learning algorithm， 也就是说我们要设计一个这个学习演算法的一个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这样所以这个那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这一系列课程里头看到这个 delta W 的话，脑袋瓜一定要有一个想法，这就是一个数值分析就是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学一个简单的那些逼近的方法那这个当然后面的一系列课程会再跟各位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什么一个讲解这样好，那这样没有问题的话呢，到底这个 update 的话呢，它是怎么 update 的那一般来讲是 sequential sequential 的一个什么一个 update 那 update 的话呢，符号来了，所以我这边就是希望说你们能够借由这个课程把整个类神经网络包括未来的学习这个深度学习的每一个符号都能够弄清楚。比如说呢，我们就写一个 W， 那上面就把它写一个 new W 写 O， 那 new 的话这里的 O 再加上一个 delta W 所以这个符号就变得非常细。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到，这个是 previous weight plus increment 就是说等于是我因为我全面就说好，假设我现在变成新的，那新的当然就是有前面的一个 data 那不管怎么样讲概念，所以我们要诉诸这个数学符号这样所以这个是 new weights 怎么样？那这个 new weights 很明显我就开始要真的慢慢变成数字符号了。那为什么讲说一个叫 sequential sequential 就是说等于说它是一个序列一个时间流程，所以就把概念慢慢变成符号，有没有变成符号。那这个符号很明显就是说告诉我们这个是 the weights at the time t， 就在第 t 时的时候的 weight 那这个怎么样呢？这个就是 the weight at the time t 加1，也就是说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演变，一个时间的演变所以各位可以看出来就是这样的慢慢把它变成一个标准的数学符号，从概念变成符号，这就是我们要的一个训练一个基本的一个训练这样好，那这样的话没问题呢。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给一个这么简单的例子那我们前面讲过说这个例子是32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说要考虑到它 input 的 size 跟我们的 neuron 第一层的 neuron size 可能不一样，所以大部分写32。那如果说你怕就把它写322也可以，但是一般的话讲 output 都会跟这个是一样的好，那这个符号在第一章已经花一些时间讲解过了那这个时候你看假设我要设计一个 learning algorithm 那因为 learning algorithm 我们还后面会讲，就是这个 delta W 怎么取得，后面会讲哇，你发现我的 WEET 加1要写成这个样子，有没有看到？很细很细的，就是说第一条线我要去改它，下一秒钟就改它，等于是这一秒钟再加上这个变化。你看1、2，那我们前面讲1到2、2到1、1到1、2到1、3到1，前面讲过说这个我们的数学是用这个比较美式的做法，就是我们是这个右到左的一个计算模式所以各位要记得这个符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1到1、2到1、3到1，那这个1、2、3就是我们的 input 再强调一下我们的数学符号。哇，你看有没有？那这个讲义你可以看到，当时我在写的时候，我就还重新 typing， 也就是说，你们在设计演算法，甚至在 debug 的时候，每一条线就要很细的可以看到。那这个是 input 的1到第二个 neuron， 2到第二个 neuron， 3到第二个 neuron， 你看符号这么斜化，所以这个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要很细的把它写出来。那关键就是这个 delta W， 那 delta W 未来的我们就是要找到很多策略，把它给了以后塞进去，就变成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learning algorithm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的好，那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哇，好复杂
你看了头都痛了。但是你看我在设计这一份投影片的时候，我要很静下心这个静下心来设计这一块。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第一个我们的 input 的就是说等于 input 的 layer 到什么？到这一个第一层的 neuron 它的 weight 你可以看到，哇，那为什么要写这一个？当它有2个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等于是第一层因为这个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第一层，你会看到上面的指标出现了。所以等于说以后我们的最后会一般在写 neural network 的话，最这个典型的一个演算法就是 big propagation 在我们这个大概后面都会讲到那里面最头痛就是这个数学符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第一层的 weight， 在这一排的 weight 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第一层的 weight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出现1有没有？它包括这个 bias 这个位移偏亮这个都把它设计出来所以这个到时候你可以看到，反正我在 typing 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是1到1、2到1就讲第一颗 neuron， 第一颗 neuron 你可以看到再来哇1到第2个 neuron， 2到第2个 neuron 有没有？那整个 weight 的写法，注意它上标的写法，所以这个符号你要熟悉这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那到第2层的这个 weight 呢你看第2层 weight 你可以看到上面变成2，变2，有没有看到那这个等于是这边的全部要注意要注意到它里面的那个符号的写法。哇，这个确实是有点小麻烦所以你看我要着不同的颜色那不同的这个这个的writing 所以一般我们在设计系统跟写论文最头痛的地方就是当你有概念的时候，你要把它写到电脑里面的程式或者写出你的 paper 出来，最难就是这些表现因为符号的表现不一致的话，你写出来就是有点错乱，非常错乱那再来看这一层你看还有第3个，哇，好啰嗦有没有？那最后你可以看到这一层有没有？这一层那这一层你可以看到哇，又是一排有没有看到一排？等于是呢1到这个第一个 neuron， 2到第一个 neuron， 3到第一个 neuron，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倒过来 mapping 倒过来 mapping， 这个符号一定要搞清楚那还有第2个 neuron你看这个符号有没有？那在上一次我们玩到这边这个地方有个地方小没有弄清楚没有把它弄好，也就是说没有把它打好，不是没有弄清楚所以这个东西整个的一个 writing， 整个的一个 presentation，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非常重要的细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训练比如说后面我会设计几个 homework 给你们，很可能我就会再给一个什么比较简单像说我们这边就是什么2有没有2你看我们这个是2、3，有没有看到2、2、3？那到时候我可能给你一个3、2、2或多少，那叫你们把它全部把它写出来，那你就很静下心来。所以这个东西写一次的话，大概也要花个10分钟、20分钟，跑不掉。如果你要很细的去这个把它规划出来所以这个是必要的训练好，那 OK， 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刚刚我花了一点时间在符号上面跟各位强调。所以在这个尤其是在要开始要来讲解第一个这个演算法这个 learning algorithm 的时候呢，我们有个 research 跟这个应用的一些 innovation， 一些创新。哪些创新呢？也就是说一般我们要找到 some novel strategy， 也就是说我要找到怎么样呢？我要找到一个新的策略，干嘛呢？ to realize 就是我要去实现，或者是要改版改进这个什么改写这个 learning algorithm instead of only apply well-known and mature modes。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叫 innovation。 但如果说你今天只是纯粹应用，不管它创新不管它的一个突破的话，尤其是很多学生要写他的那个专题报告或者写他的那个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你一定要 innovation。 那这个一般我会教你们，就是说你们常常会去 revise。 那 revise 意思就是说你的头壳里面一定要学到很多 well known， 就是说一定要先学到一些 well known 或者已经 mature 的 model， 你把它拿来组装，把它改善把它改进这样子所以后面我会慢慢的把这个观念告诉各位因为大家一定要 innovation， 不是说只有 copy 而已只有 copy。 所以这门课尤其我们到了这边叫做深度类神经的一个计算跟应用，我就是说在强调你们能够学到更扎实一点的一个
功法哈，所以要学到很多 well known 跟这个成熟的模式，然后呢，你再把它改善，那把它这个重新改写哈，那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想法，这样哈。所以这一块就是 for example 哈，不是直接去 apply， 比如说现在很多同学都会去用那个Google 的这个 TensorFlow， 好，那大部分的学生都是这样 TensorFlow， 包括我碰到好多教授，他去口试很多的学校的这一个硕士班的学生，尤其硕士班学生的论文，他们都大量的呼叫这个 TensorFlow 的 model 去做它的应用问题，那不知道它到底的创新在哪里，他只是把它拿来用而已哈。所以我意思说，不是只有怎么样把这个 TensorFlow 这样的一个 well known 的 model 呢，直接把它落实到它的应用问题里头，都没有任何的一个 modify 哈，所以这个不是很好。那第二个，那原因就是说，因为一般我们在做研究之后发明的时候，就所谓这个新型改良跟发明啊，就是说你如果说你的那个专利有所谓的新型改良跟发明，那发明比较难，所以新型跟改良就是我在这边要求你们哈，就是这个 revise，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mix 啊，去把它组装好，这个 integrate well known and mature model to 怎么样 obtain some revised model such that， 因为我现在大概就训练学生先得到这个 revised model， 有没有such that application can be greatly improved， 也就是说你把人家的 model 很多不同的 model 拿来做一个抓它的精髓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呢来解决你的应用问题那尤其中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得到怎么样greatly improve 就可以被这个很具体的改善，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就有贡献所以 for example we can integrate 就是说你可以用 backpropagation support-vector machine那这个当然就都很 well known那 to 怎么样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capability such that application can be improved所以这个就是在做研究里面最常用的但是要达到这样的境界的话，大概你要下很多功夫去 study 这个 well known 跟一些 mature 的 model 所以我就会在这些课程里面的话，又要兼顾到各位的那个创新的那个能量，又要把一些 well known 的东西告诉各位所以这个就是在课程里面选材，我们要花很多力量来处理这些事情那希望这一边的那个动力让各位在学习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个更好、更扎实的一个学习那在未来的这一个深度学习里头的话，会有一个比较扎实而且比较稳固的基础的一个发展方向好，那我们这一节呢就先到这边好。